文治元年5月，源义经乘着谭之浦之战的余威，以完成灭国战争的稀世名将之姿率军回朝。尽管源义经在征战的过程中不断地强调他和其他的将领一样，都是其兄源赖朝的麾下将领而已，回军途中也写了情深意切的邀抚状向源赖朝表忠。但此时的源赖朝面对源义经已经是闪无可闪，再下去就真的要搞加9次啊、入朝免礼啊、免死金牌之类的骚东西了。而且西国原来平势之下的武士们几乎都被源义经的军事才能所折服，连天皇家族都在源义经的手里，不仅功高震主，而且基础雄厚。最终源赖朝决定放弃源义经，没有给源义经任何联系。源义经回到京都后，发现不仅没有人迎接英雄归来，连源氏的人都没有几个留在京都的。他接收了一座只有天皇和朝廷的空城，已经是明显的源赖朝打算和他打一仗的意思了。之后源义经决定继续前往镰仓向源赖朝述职。是的，英雄是可以跪的，甚至可以从胯下钻过，但是降低身段接受侮辱，通常什么也改变不了。源义经就是这样的例子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之后他遭到的更大侮辱。这里是巫女花散里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，记得先点赞关注哦。等源义经抵达镰仓，源赖朝以义经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接受了朝廷的冠位为由，拒绝他入城。源义经只能在附近驻扎，试图劝说源赖朝。10月11日，受源赖朝的命令，土佐方昌俊夜袭6条枯川的源义经住处，义经差点因此丧命。无奈之下，源义经只能返回京都。此时他是否有集结麾下对源赖朝不满的人另立朝廷，现在争议比较大。无论如何，源义经回到京都之后，朝廷封他为伊予守。11月1日，源义经向后白河法皇请赏，希望管理四国和九州，实际上是间接向源赖朝建议，以这种方式消除他在政权中的影响力，结束兄弟内斗。11月3日，没有收到源赖朝任何消息的源义经离开了京都，前往平定四国和九州。世间关于他将与其叔父源行家联手反抗镰仓的传言甚嚣尘上。11月11日，朝廷最终决定了战队方向，后白河法皇向源赖朝下达敕令，讨伐逆贼源义经。11月17日，源义经的爱妾禁御前在吉野山被源赖朝的军队抓获，因为此时禁御前已经怀孕，源赖朝没有为难他，在确定他并不知道源义经的行军计划之后，次年3月将他护送到镰仓休养。当然，禁欲前怀着的肯定是源义经的孩子。源赖朝本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放任敌方大将的孩子有多么危险。因为如果他本人在平治之乱结束被抓时就被处死的话，现在平安政权应该还没有灭亡。于是源赖朝下令，禁欲前在生产之前不得离开镰仓。如果生下的是个男孩，那么就当场杀了他。得知此消息的武士和镰仓居民们纷纷请愿，既然禁欲前在镰仓，我想看他跳舞。因为在前一年日本大旱饥荒，后白河法皇举行求雨仪式，结果法事前，禁欲前独自跳了一支白拍子之后，便开始下雨。于是禁欲前因为拥有能感动神明的舞姿而名声大振。后白河法皇为禁欲前赐字都一。镰仓的人们认为禁欲前生产之后就会回到京都，那这辈子可能就没有其他的机会看到号称日本最好的舞蹈了，多次请求禁欲前跳舞。起初禁欲前是拒绝的，后来到了鹤岗八幡宫的供奉仪式准备活动时，群众们再次请求他跳舞，因为禁欲前跳的本来就是请神舞。于是他说，如果我再次拒绝的话，那就是扫了八幡大菩萨的兴了。于是文治2年4月8日，由源赖朝和北条正子夫妇组织，禁欲前将在鹤冈八幡宫供奉仪式上跳舞。镰仓御家人和居民们慕名而来，形成了极大的人潮。随着祭典的气氛，年轻的乡下武士们第一次见到京都来的女人，在禁欲前住所的周围喝酒唱歌。禁欲前怒喝道：“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我可是镰仓殿的弟弟，判官源义经的妻子。如果是在正常的世道，你们这些下等人中的下等人根本不可能见到我，更别说现在我还让你们看一次日本第一的白拍子，给我差不多一点，都退下。”之后，禁欲前为跳舞集中精神。《易经记》记载，禁欲前跳的第一支舞是行不鸠，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白拍子舞。然后用非常精彩的语言描述了他的舞姿。无奈我太菜，翻译不出来，就借用《洛神赋》中类似的句子吧。大概就是说，禁欲前这支舞啊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，耸清躯以鹤立，若将飞而未降。
见焦土之欲裂，不横搏而流芳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会日语的话，还是看看原文吧，真的是非常精彩的文字描述。然后说美中不足的是，禁欲前的武中有些草率之感，因为他的心此刻并不在这里。禁欲前自己最清楚这一点，他不能用这样敷衍的舞蹈来敬神，于是他要用一首充满他自己感情的歌来给这支舞收尾。短暂的停顿后，当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下来，禁欲前开始唱歌，其词为吉野山、峰の白雪、踏み分けて、入りにし人の後ぞ恋しき、静や静、静の玉木繰り返し、昔を今にラスヨシモから。他的意思是，步履匆匆地穿过吉野山岭的白雪，我思念那个留下足迹的人。静啊静啊，那个人就是这样呼唤我。我希望有一种方法，就像从苎麻中解开线一样，让我现在可以重复过去的日子。这是一首描述他在吉野山上与他心爱的源义经分开时场景的歌，直球虐狗，比刚刚的舞更加令人感动。从禁欲前起舞开始，庞大的人群就变得鸦雀无声。当然，现在可能是因为吓尿了不敢说话。最终打破沉默的是源赖朝，他质问道：“这可是在鹤冈八幡宫神前跳舞，要唱歌也应该唱镰仓万岁吧？在这里唱献给反贼源义经的情歌是什么意思？”话没说完，他的妻子北条正子就阻止了他。北条正子说道：“我也是，很久以前就爱上了你这个流亡者，被周围的人都反对。在那个下着大雨的夜晚，我为了跟你在一起，几乎是抛弃了家人们，不是吗？当初你在石桥山犯下大错，我连你是生是死都不知道，就只知道等你回来，一连好几天不敢闭眼。现在的禁欲前和当时的我又有什么不同？在这种时候，所爱之人生死不明，哪有女人能不为他担心呢？”北条正子说这段话的时候，感染力极强，语气精彩，表达出色。在场的御家人们似乎看到了倪将军的诞生，不能反驳。当然，这段话的内容肯定是后世演绎，不然不就是在暗示源义经将来会像源赖朝一样干掉现政权吗？这样的话，源赖朝说应该唱镰仓万岁，应该也是后世作者为了体现他的语言贫乏。总之，气氛是完全被北条正子煽动起来，源赖朝也不得不为禁欲前送上礼物感谢演出。一说因为源赖朝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北条正子惊人的政治潜力，开始打击北条正子的影响力。后来禁欲前产下义经的儿子源义经就战有门和北条正子为孩子求情，反而使得源赖朝决心杀了他。顺便一提，在现代的镰仓舞台的剧本创作中，不管是电视、电影还是戏剧，基本上都是表现禁欲前是卑劣的女主角，或者她的真女形象。但是其实古代不是这样的，以前流传下来的戏剧中，这一段基本都是强调进击的专业精神，描绘他追求完成一次完美的请神舞而续了这段歌。因为事实上，进击生产之后不久就再次为源赖朝的军队跳舞，也是引起巨大轰动。总之，这就是禁欲前八幡宫之舞的故事，是日本三大悲剧英雄之首的源义经在历史上最知名的事件。你说源义经没有出场？对啊，就是没他什么事，他现在正忙着逃命呢。身为灭国级名将的源义经，不仅活着的时候悲剧一生，甚至死了之后，最知名的事件是妻子在敌军阵中献舞，最著名的战绩是被人追着砍了8条船啊！真的是。都看到这儿了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啊！我们下期再见。